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四姐。去美国3个月回来以后呢，好多网友私信我哈，说美国好不好啊？今天呢，我就跟朋友们说一下大实话，以我去美国3个月的生活经历吧，说一下美国到底好不好。首先说一下，我一个在国内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一个退休60后，已经在国内生活习惯了。国内的购物还有国内的一些环境都很习惯，像这个购物买菜是咱们老百姓每天都必须要去做的。可是到美国我就感觉哈，这个购物买菜对我来说简直是太不方便了。首先，国内咱们出门不远，基本上就有菜市场，生活非常便利。国内的大小超市也随处可见，就我们门口旁边4、5个超市，在我们原来老房子也是的，只要出门不远就很多的小超市，你想买的什么蛋奶、油盐酱醋哈，你都能买到。但是在美国呢就不行了，必须要有车，一个星期呢去上1趟，顶多2趟，一买一大车，然后回来呢放到冰箱里慢慢吃。因为超市哈离这都挺远的，他们就没有农贸市场。我是这么认为的，他那个蔬菜和水果都没有咱们国内品种多，肯定有的新鲜度就不如咱们国内的菜市场里边刚从地里挖下来，咱们就可以买到那么新鲜的菜。但是他们那边的菜呢是怎么的？经常都给你洗得很干净。基本上都不带土啊，咱们买的菜这边是带土的，让你看着很新鲜。他们那儿呢都给你洗得很干净，基本上都用那个塑料袋啊包装，然后再上架。很多朋友说哈，国内这些菜呀化肥农药比较多哈，在国外吃这些农产品比较放心。这一块呢，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啊，朋友们自己去考量。我就说一下，对我来说这个有点不方便。你要是没有车，在那儿是没法生活的，来回打车是很贵的。第二呢，就是美国餐馆非常贵，也许他们那儿的就是人工费贵和一些房租贵吧，所以说他的这个餐馆的饭特别贵。在国内的可能10几块钱，在那儿也是10几块钱，但是他那10几块钱可都是乘以7的。还有它的蔬菜还是比较贵的，我们在那儿买1颗大葱就是2美元，2美元多少钱？大白菜，好像是8毛钱左右美元啊，咱们国内呢是8毛钱左右的人民币，这个就差了多少倍哈？但是它那什么便宜，肉便宜，一只那个很大的那个烤鸡才5美元，5美元。其实35块钱一大只哈，用美元来说那就是很便宜了，一大只才5块钱。这牛肉好像是才3块9，3块9毛9牛肉，排骨是2块9毛9，那么好的那个肋排哈，都给你剁得很干净哈，整整齐齐的码在那儿哈，才2块9毛9。还有那个猪蹄子才1块9毛9，太便宜了，猪蹄子还都是带筋的。所以说我说在美国吧就吃肉便宜。继续说这个美国餐馆哈，尤其是大城市的餐馆，我和老李我俩去那个纽约市，一人吃了1碗小馄饨，是中式的小馄饨。进屋呢小店不大，其实在国内就是那种快餐靠墙一溜那样的那个桌子，然后凳子也排一溜，吃完就走的那种。1碗馄饨里边有6只小馄饨，而且小馄饨都很小，一人要了1碗，9块9一碗啊，2个人花了20块钱，好像还有税啊。我们2个人花了20美元，吃了12个馄饨。这小馄饨很小，一般年轻人的话要吃3碗吃不饱，30美金吃不饱。所以说我说真的挺贵的，在美国尽量也是在自己家里做着吃，尽量别出去吃。再一个，美国餐馆吃饭都有小费，你看这个菜价好像是10块钱，
但是你吃完了又给你加上税，又给你加上这个小费，这个菜就不是10块钱了。每个州的税也是不一样的。餐馆的小费呢，一般哈，我看是15%到20%以上吧，好像。那我们去吃呢，闺女一般都点那个18%给他那个小费啊，我觉得挺贵的，一般给个15%就行了呗。一般小费咱们是认为他服务好，咱才能给小费，是自愿的吧？但他们那儿不是自愿，就是你服务不好，到时候收费的时候直接打单子打出来。有的餐馆呢是让你选择15%、18%、20%电子收费的，让你摁一下选择，就是这样收小费啊。说完了这个生活方面的哈，再说一下这个治安。我觉得美国治安对我来说哈，我非常非常的不放心。生活不方便吧，你还能承受，还能慢慢的习惯。就这个治安，咱们太不放心了，一弄这儿有枪杀，那儿有枪杀的，非常非常的吓人。这个零元购哈，我觉得就非常不理解，为什么有的法律就是出台了什么呢？这个抢了不到$950不算重罪，好像说是有最高6个月的处罚，就是进那个监狱哈。但是一般处罚起来呢，连6天都不到，就是说很轻的处罚，因为这种现象可能太多了，你到监狱里去，你还得白吃白喝的，还有很多的费用，所以说就是很轻的处罚。那些喜欢零元购的人，他们都不在乎这几天进去。这个法律据说是零元购到你店里去，你还不能阻止，你阻止了反倒罚你钱。我们2个参加那旅行团，在车上有一个同胞就看了一个新闻，上面说零元购不到950块不算重罪，被抢的人还不能去阻止，阻止以后罚你$1200。这个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啊，他是看手机跟我们说的，是什么法律？这简直就是支持你不去劳动，你不去劳动就有成果，支持你去打砸抢，是不是这么回事儿？我们去洛杉矶旅游，路过有一个咱们中国人比较多的地方哈，就是那一排门头房全都关门了。据导游说，这些关门的这个门头原来都是中国人在做生意，就是被零元购给抢怕了，都关门了，没有人干了，你说多可怕！这是一个，另一个是他们不禁大麻，这个大麻抽了以后，那是容易飘飘欲仙的那种哈，在咱国内呢就属于毒品，但他那儿是就不禁。孩子住的那个地方哈，每天下午就有一个抽大麻抽得飘飘欲仙的一个皮肤很深的一个男子，天天在那就是指手画脚，挺吓人的，像醉鬼一样的人。其实我看着醉鬼我都害怕，看着那种人我说赶紧离着远远的。大麻他们都不禁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说起抽大麻这个事儿哈，好多乞丐都是因为抽大麻无家可归。有那个流浪汉搭的大别墅，他们都叫大别墅，其实就是那种简易的帐篷，就在那里住，移动的大别墅，他们就在那里住，其实就是那个帐篷，他们走到哪儿带到哪儿，引上来以后呢，他们非常难受，就是抓手抓耳挠腮的那种，非常难受，看着特别吓人，有的在地下跑，有的在地下爬都。哎呀，就是很难受的啊，看着都特别吓人。还有这个治安的事儿，我再说一下一个真实的事情啊，是孩子他同学，在那儿买的车，有一天呢就忘锁车了，结果好像没多长时间吧，就发现了这个车没锁。回去以后呢，到车上一看哈，车上的东西全都没有了，银行卡之类的什么都没有了。这个时候呢，美国是白天嘛，咱们这边就是半夜了，他就赶紧给他的父母打电话，他这个银行卡好像是信用卡，把这个银行卡
赶紧挂失，连夜就把这个事儿就必须做完，不然话，好像是在那边刷了200块钱呗，啊，$200，在美国哈，你别说你那个车没锁，你就车锁了，里边放点东西，放点值钱的东西，他都会给你砸车的。因为在美国哈，他那个车呀，它不像咱们中国贴上那个膜，让你看不到车里是什么样。美国的法律是不让你贴车膜，他不让你贴车膜的目的呢，就是警察一眼能看到车里的情况，是你拿枪了呢，还是车里面有什么人，反正你一切的行动都能看得见，所以说他们不让贴车膜。还有一项就是他那个法律哈，跟咱这法律确实是不一样的哈，比如说他的这个开车的法律吧，就是咱们到十字路口必须要减速慢行通过路口，对不对？在美国的法律是看见黄灯了要快速通过，而不是减速通过，因为他们那边的车都特别快，速度特别快。我呢，作为一个老司机，我还跟我闺女说，我说你到十字路口你一定要减速慢行，慢慢通过，看准了左右没有情况你再通行。结果我是错的，美国去参加那个旅游团，那个司机告诉我，在十字路口必须快速通行。美国的车速都非常的快，你假如说是突然停了，容易造成后边的追尾，所以说他们都是很快的快速通过这个十字路口。然后我听着以后，我赶紧跟闺女说，我说你别听妈的啊，妈是中国法律开车的习惯不适合在美国，所以说我说你就按你们的那种快速通过就行了。其实一开始闺女她就是在十字路口快速通行，看着黄灯了也别停，只有看着红灯了才能停。好了，今天我就分享到这儿吧，全是我的大实话，是我去美国3个月的感受，不知道说的对不对，因为可能别人感受的是不一样的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欢迎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，感谢收看，下期见，拜拜。